大家好，我是小豪，今天主要来看一下鸡蛋大小的影响。直接用超市买得到的小号 C 蛋和特大号 AA 蛋来做对比，连壳呢已经相差了20克。这是小号 C 蛋的蛋清和蛋黄分别的重量，先记一下。接着用它来先做一个分蛋法的戚风蛋糕。3个 C 蛋，蛋黄中加入30克的玉米油。这里你可以用清水或换成牛奶也行，但是成品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蛋腥味。把清水换成任何你喜欢的风味，比如蜂蜜水或橘子水，都能够很好的把蛋腥味盖掉。然后不管你用什么，都取45克。充分混合均匀，直到上面有一层泡沫出现。塞入低筋面粉，尽量用左右或上下滑动的手法来拌匀，避免画圈搅拌。蛋黄糊变得顺滑，没有颗粒状后，来检查浓稠度。像这样顺滑的流动状态，质地稍微浓稠就 OK 了。接着打发蛋白霜。这一步相信许多人还是比较担心的。这一次我只加白糖，其他白醋或塔塔粉都不放。用高速打半分钟，基本起泡后就可以开始加糖了。糖分几次来加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在明显的纹路出现前把糖加完就可以了。就这样高速一直打到明显纹路出现，然后才转最低速来消除大气泡。合格的蛋白霜搅拌起来是有阻力的，很像比较硬的奶油，拉出直立的尖角。打蛋头上的尖角也是直立不会晃动的，说明蛋白霜已经达到硬性发泡阶段。但其实蛋白霜打发的程度并不是绝对的，湿性发泡也可以做出成功的戚风，关键在于接下来一连串动作全部都要快。把蛋抽上的面糊先混合进去，不需要分2次3次了，通通快速混合均匀就好。倒入模具8分满，量一下，大概260克。弄平表面，震掉大气泡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，165度烤35分钟。烤完是这样的，震几下，震掉内部热气，然后倒扣放凉。接下来材料配方基本不变，把 C 蛋换成 AA 蛋。蛋白相差7克，差距不算太大。蛋黄就差很大了，足足多出9克。通常我不会直接这样换，因为常听大师说乱改配方会导致蛋糕塌陷等问题，甚至还规定好蛋黄和蛋白确切的分量。今天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做，看看结果如何。这里跟我预想差不远，果然蛋黄糊比较稀。我不做任何调整，直接打发蛋白霜，一样打到硬性发泡。接下来就一个字：快。鸡蛋比较大，面糊量肯定也比较多，一样入模8分满，剩下的面糊就用个小碗来烤吧。
相同温度，相同时间，小碗提前10分钟烤熟，就先拿出来了。出炉啦，刚出炉的状态还不错，先放凉，脱模后才做比较。都没有塌陷哦，小碗这个状态也很好。大鸡蛋这个似乎长得更高一些，来脱模看看内部结构。在相同分量情况下，大鸡蛋发得更高，弹性两个都很不错。小鸡蛋这个触感很好，表面已经收干。相反的，大鸡蛋这个表面摸起来就比较湿了。切开看看内部结构，湿润度还真的也都差不多，但是从回弹速度就明显看到大鸡蛋比较慢。连续再按，小鸡蛋杠杠的依然快速回弹，相反的大鸡蛋就不行了，表示内部还是稍微偏湿啊。它还是会回来，只是更慢。其实问题不大，我觉得多烤5分钟，把水分再烤干一些，应该可以解决问题。所以啊，你的戚风塌陷，请别再错怪鸡蛋了，它是无辜的。而小豪的戚风蛋糕食谱，你可以用任何的鸡蛋来做，只是适当调整烘烤时间。下一期我们再探讨蛋糕另外一种做法是否也受鸡蛋大小的影响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是小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